今天这5件事啊，背后的原因让人细思极恐，这关系我们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呀。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14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今天我们聊5件重大的事儿。第一件，美国现任的州参议员居然在家里遇刺身亡，还不是一个。我们要分析一下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你跟我有啥影响。这个新闻本身啊，各大媒体你都知道了，全球我估计都知道了。我只是想告诉你，邻居当时啊讲述了这件案发的经过，他讲的是什么。首先说，这个案发的人呢是57岁当地居民，这可不是什么非法移民。他呢开着一辆警车，戴着一个头套。他戴头套这个照片啊，被那家拍下来了。他呢戴着橡胶的头套，然后呢枪挂在前面，拿着一个手电筒就敲门。然后呢，人开门以后直接放枪，没有做任何的争吵。这个枪声啊，就把邻居惊动了。据邻居的表述，他听到枪声以后呢，很大，还不是一声，一共是5声枪响。他赶紧起来了，他就隔着玻璃观察，发现议员的邻居啊，有一辆警车，然后开始倒车往回走。这点他就纳闷了，你既然警车出了枪案，你应该调查呀，你怎么能跑呢？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后来呢，其他警察来了，他就讲这个人长什么模样，什么车子走了。这个人杀完人以后啊，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杀了，只是说另外那对夫妻没有死亡，也是挨了2枪，有的挨了3枪。这个人现在啊和警察交火以后跑了。那有朋友可能就问了，那这么一个57岁的人为什么要杀人呢？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是基于仇恨。他不光要杀这2对议员，他的车里有一个70多人的暗杀名单。那你说这些名单都什么人？基本上都是民主党人，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人，还有一些是诊所、生殖健康中心的老板和医生。这儿呢，据华盛顿邮报啊分析，他可能是基于反堕胎，因为他目标非常明确，这里边没有共和党人啊，全部是民主党人，全部是医生。这个也不是说跟他有什么私人仇恨，完全是个人的意识形态的纷争。那他这儿70多人杀的怎么样呢？现在2个杀完以后啊就跑了，目前还没有落网。我要跟你说明的是，这件事对我们每个人的警示是什么？仇恨教育只要一旦注入一个人的思想，短期内啊可能难以消除，这个比有形的瘤更难切除。咱们还是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我现在跟你讲啊，过去的几年有一个词儿很火，叫做深层政府。这个深层政府是保守派给自由派的一个帽子。啥叫这个深层政府啊？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各级掌握权力的人，医生、律师、媒体人、法律人、大学教授，只要是这个社会中的精英，跟他想法不一样，统一扣上的帽子叫做深层政府。那底层他也扣帽子，底层叫做外来移民。那是谁制造这个仇恨呢？大家就不言自明了。至少说，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争议过程中呢，是互相抨击，但是并没有把对方扣上一个帽子，说你得怎么入狱。但是啊，深层政府所要经受的待遇，那就是要打倒、要入狱，甚至要肉体消灭。这个才是仇恨的根源。我们另外举现实的例子，在东德、西德啊，同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在东德人们植入了仇恨的种子。它有个部门叫史塔西，就是秘密警察部门。
最多的时候有20%的人充当线人，有的时候是夫妻互相举报，定期到上级书记那个地方汇报，我老公说了什么，我老婆说了什么。你说这多荒唐，以至于两德统一以后呢，那个图书馆和档案馆呢对外开放，有人终于可以免费查阅，发现自己被自己的老公举报了10几年，所以他的世界观就轰然崩塌，觉得人生不值得，很多人纷纷就自杀了，有的人就神经失常了。我给你举现实的例子，我跟你说几个城市，你看看德国的经济怎么样。先说东德的10个城市：莱比锡、德尔斯类、哈雷、马格里堡、罗斯托克、什韦什，这几个是原来东德的最大城市。那我再跟你说10个目前的德国城市啊，原来属于西德。第一，柏林；第二，法兰克福金融中心；第三，斯图加特，就是保时捷工厂那个地方，制造业基地。再就是慕尼黑大区、波恩、汉堡、科隆，这些啊是西德的地方。那你就问，同样的民族，同样的国土，为什么在东德上经济到现在都没缓过来，都没有跟上刚才我说的那个城市？就一个词儿，他们在那趟特殊的制度当中啊，人们互相植入了仇恨的种子，连夫妻之间都在互相提防。你说这种社会的沟通成本多高？大家听不到真实的声音，互相在伪装，讲的都是假的空的虚话，没有任何意义。你敢说，哎，我这房子怎么裂一个缝啊？你敢说这个吗？你敢说这个，第二天就得上面把你弄走，因为你恶毒的攻击了他们的主义。在不说实话的地方，经济怎么可能发展？好吧，在亚洲啊，还有其他案例，今天我们不做主题。我们说第二件事儿，今天是老川79岁生日，也是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在全国各地呀，也正在举行拒绝国王的游行、示威、抗议。这2件事同时进行，这就代表了撕裂的美国。这种撕裂呢，可能一时半会儿啊难以弥合。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参加老川那个示威的啊，那个检阅的或者是阅兵的很少，并没有几千人。第二呢，很多官员在那看台上都打盹儿，也拍下了那个卢比奥打哈欠的一些照片。老川也觉得跟他想象中的阅兵啊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其他国家，比如说朝鲜阅兵啊，那都是要向他敬礼啊，大家迈着正步是吧？1、2、3向右看，哐哐哐，踢着正步再往前走，而且各种飞机啊，各种坦克是有范儿的。但现在我看了那个视频，前面走的陆军啊，他纷纷的不看总统，都是两边看，跟这个无论是坦克上的人、卡车上的人，还是那个士兵啊，都走得漫不经心，都跟旁边的市民打招呼啊。你就感觉他们好像在赶集一样啊，看见熟人一样，这根本不是老川想象的那种阅兵，所以他的表情是比较落寞。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各地，这个叫东西两哈，也包括老川的大本营就是洪州，它也有这种拒绝国王，很多标语啊很有意思，咱们改天可以专门给你聊一期。我就想说明的是，这个割裂啊是老川你鼓吹形成的，你现在啊也完成不了了。第三件事，我说一下伊朗啊认怂了。才打到第3天，根本就没有说像他讲的，我有2000个弹道导弹要攻击这个以色列。今天确实认怂了。我们看一下报道。伊朗外长今天的最新声明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这个呢，主要是接受了采访哈。伊朗准备达成一项保证其不拥有核武器的协议。今天我们本应在阿曼举行会议，为和平铺平道路。很明显，以色列现在不希望达成协议，
他说以色列空袭他是你不希望达成协议，你不要和平，哎，但现在我想要和平。这跟前几天说法不一样，因为哈梅内伊的集团搞清楚了，不能打，也打不过，再打下去江山就得丢了。因为他们清楚最大的威胁啊，并不是以色列的空袭，而是现在有2个力量已经起义了，那就是俾路支和那个另外一个库尔德，他们啊举旗要开始什么揭竿而起。这种政权，当你的军力、刀把子、枪杆子损失一半的时候，也是最脆弱的时候，也是容易被自己的反对派推翻的时候。远在千里的以色列，你只要不来陆军，你轰一轰你轰不走。至少说骨干去了一半，不还有一半吗？他可以再来员工或者是将领可以再提拔。但是如果江山丢了，那就永远回不来了。而且他们发现自己周边的人也有一些富豪纷纷外逃，他们往哪儿逃呢？往东部逃，就逃到那个东北地区，随时要准备越境要出去。这些人呢，都是社会的中间。第二呢，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有一些内部的人呢，互相都不信任了，因为他在想，50%的像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那个什么主席都被斩首了。能接触这些人，能告诉这些人家庭住址的，那都是机密。那就说明什么呢？周围的人呢不可靠，那这仗还怎么打？第4件事，我们说一个技术问题，为什么这个伊朗的防空系统跟哑巴一样，没有向上反击？除了前几天我们说的破坏之外呢，还有一点是技术上它并不成熟。伊朗的设备一共是4家，一个是最早的美式旧装备，包括霍克导弹它还在用呢。第2，引进俄罗斯的武器。第3是引进中国的武器。第4现在是主体，就是它仿制的。因为我看中国有一个军事博主他吐槽，他说他曾经参与过，或者他亲戚曾经参与过向伊朗的军事输出，他认为伊朗呢不够格，不够意思，他往往先买一部分，买完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大量的逆向仿制。逆向就是把它拆开，每个零件不能再拆了，拿尺子一量，然后呢我再重做一遍。实在是关键不好找的话，他就只给你买那个关键元器件，他能做的他自己玩。我们找一下这个数据你就看一下这个伊朗它仿制了多少东西伊朗有个导弹叫赫兹9，是仿制中国的 HQ9， 应该叫红旗9。另外呢，它还仿制过中国的红旗 7B， 属于是升级版。另外还仿制过什么 FM80。总之它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仿制于中俄。仿制的好处是你不用研发了，缺点非常明显，就是你只能仿硬件，软件你是仿不来的。但是如果软件运行不顺畅，这个东西你根本发现不了目标。所以说在技术上仿制只能是越来越差。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告密，也就是根据以色列公开的信息，在袭击前的8个月，他就已经陆续向伊朗运输什么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有的是零件，来了以后在伊朗就组装起来，组装了以后呢，专门在你告密人士告诉我你的雷达在哪儿，你的频率是多少。所以在空袭前呢，无人机就已经整装待发，就等着一声令下就开始轰击你的雷达了。有的雷达呢太偏远轰不了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它的信号和频率早已经知道了，就进行了长时间的干扰，让你根本发现不了这个来访的飞机。第5件事，我们说一个生活的事有一个中国的博主说，他医生，他发现河南、云南包括四川的癌症率比较高，有的时候什么胃癌和食道癌，他就发现当地的饮食习惯非常不好，就是喜欢吃辣的和烫的，而
世界卫生组织讲呢，即使是白开水，如果它超过60度，它也容易诱发癌症。这就是中国人讲啊，那白开水都能致癌，是因为你温度不对，60度以上就容易致癌。他发现呢，很多人吃啊，70、80度他就吃，涮完火锅就吃。后来呢，这个医生给出答案了，为什么这些人明知道它烫，对身体不好，他还要吃啊？这是一个心理问题，就是辣的食品和烫的食品能够让他们大脑分泌一种叫多巴胺，就是快乐的因素，就跟干那个啥事儿一样，它能分泌这个东西让它爽。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吃辣会造成什么呀？把前门辣完了还要辣后门，为什么还要吃？得说打死我再也不吃虎皮尖椒了，最后他还吃，是因为人类他离不开多巴胺，在他没有其他快乐因子的时候呢，他就靠美食，必须是烫的和辣的，才能让他分泌这多巴胺，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他爽了，40、50岁就得食道癌了。今天我告诉大家呢，是希望大家呢，你要找到新的能够让你分泌多巴胺的事儿，这样你就能够摆脱对烫和辣的依赖，好吧？今天这5件事儿谈完了，欢迎关注大伟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有用或者有意思的信息，也欢迎各位在留言区留言。如果您觉得节目还行，欢迎点个赞，再见。